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孤单，不是因为没人陪伴，而是因为没有人真正懂你。你曾经试着解释、倾诉、证明，试着让别人看见你的努力、你的感受、你的伤口，但话还没说完就被轻轻带过，情绪才刚浮现就被当成脆弱与麻烦。你慢慢学会沉默，学会一边撑着生活，一边收起心里的声音。但亲爱的，你不需要被理解才能继续前进，不是因为理解不重要，而是你不再需要依赖外界的理解来定义你的存在。你可以在没有人懂你的时候选择懂自己，可以在没有依靠的时候成为自己的支撑。理解是一种温暖，但不是必需品。真正让你继续走下去的，从来都不是他人的认同，而是你是否愿意不丢下自己。当你开始理解自己，你会发现不被理解也没那么可怕。你不需要对谁交代你的选择，也不需要为了让别人安心而委屈自己。你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，你知道自己的脚步虽慢但踏实，你知道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出于对自己更深的诚实。这份清楚就是你最大的自由。别人怎么看你，不再是你往前的条件，他人懂不懂你，也不再是你停下的理由。因为你知道，只要你没有背叛自己，你就没有走错路。这样的你，频率是清晰的，是笃定的，是宇宙最容易回应的状态。你不用改变自己来换取谁的理解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，回到那个愿意陪自己走路的人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急着被理解，真正与你共鸣的人才会慢慢靠近，因为你的能量开始变得纯粹，不再混杂讨好、恐惧、妥协与假装。你只是在做你自己，但那就已经足够动人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等所有人都理解你才启程，因为有些灵魂的方向，只有你能懂。你不需要被理解才能继续前进，你只需要相信，你值得被爱，值得被支持。即使此刻没有人看见你，宇宙也一直都知道你在走的这条路是多么勇敢，多么真实，而它早已为你准备好那份与你频率一致的回应。曾经你以为稳定是这样的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段稳定的关系，一笔足够的收入，有人依靠你，有人理解你，有人肯定你。你努力维持外在的秩序，一边微笑，一边把自己收拾得体面、坚强，值得信赖。但内心的你总是提心吊胆，你害怕某个人离开，某个状态改变，就会把你辛苦维持的稳定整个击垮。你以为那是你还不够努力，不够强大，却不知道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别人给你的感觉，而是你给自己的选择。你的稳定不需要依靠外界来证明，它不在于你看起来有多成功，而在于你是不是能在没有人理解时，仍然选择不放弃自己。当世界不再回应你的期待，你是否还愿意温柔地抱住自己？当你失去掌控，跌入混乱，你是否能对自己说一句：我可以陪你走过这一段？这就是稳定，不是人生没有波动，而是你不再把自己的价值交给波动决定，你不再让他人的认同决定你的感受，
你不再让外在的结果左右你的存在感，你开始在自己的内心筑起一个家，安静、坚实、柔软。哪怕外面下着雨，吹着风，你都知道自己在哪里。这样的你，不再需要用工作、关系、表现、效率来证明什么。你只需要好好的活着，真诚的存在。这份稳定就会在你心里慢慢生根，宇宙也会在你这样的频率里，开始回应你更深的支持，更实在的连结。因为当你不再依赖外界来定义自己，你就成为自己能量的源头。这样的你，轻盈又有力，温柔又坚定。你不再需要证明，因为你早已相信。我们总以为安全感来自外在的保证，来自一段稳定的关系，来自一份不会突然失去的收入，来自某个人说的我会一直在。于是你花了很多力气去维持，去守住，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留下。但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即使你拥有了一切，内心仍然可能觉得不安？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承诺，而是你有没有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。你是否愿意在不被理解的时候，仍然相信自己的感受是真的？你是否愿意在害怕的时候，不再责怪，而是温柔地陪伴自己？当你开始把力量收回来，不再把心交给别人的反应，不再用世界的眼光审判自己，你才会真正体会到，原来安全感是从内而生的。它不是某种保障，而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你对自己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的那份承诺。当你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你就不再需要拼命解释，也不再因为被拒绝而全盘否定自己。你开始清楚哪些是你该承担的，哪些不是。你开始有勇气为自己做选择，即使那些选择没有人支持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稳稳地与自己站在一起，外在的世界也开始变得没那么可怕。你会更自由地说出感受，更诚实地活出自己，因为你不再害怕失去谁，也不再怕得不到什么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你被谁保护了，而是你愿意保护自己。从此之后，你的心不再漂流，因为你已经决定，无论风往哪里吹，你都会留在自己身边，不离开。有些时候，我们以为只要持续努力，维持正面，做好应该做的事，宇宙就会回应我们的渴望。于是你一边追赶，一边忍耐，把真实的感受压在心底，用微笑掩饰脆弱，用坚强撑住混乱，连自己都快忘了内心真正的声音是什么。但亲爱的，宇宙听不懂你说了什么，它只听得见你是谁。当你愿意对自己诚实的那一刻，宇宙就开始回应。不是你必须先完美，不是你必须先证明值得，而是你是否愿意真诚地看见此刻的你，如实地承认你在渴望什么，害怕什么，抗拒什么。诚实不是脆弱的表现，而是与宇宙对话的入口。当你开始承认自己不想撑了，不想装了，当你坦白说出我不知道，但我还想相信，你与宇宙的能量连结就打开了，因为那是你真实的震动，没有伪装，没有压抑，
只有一颗敞开的心。你会发现，越是压抑情绪，越觉得人生卡住；越是想假装没事，越容易吸引到让你崩溃的情境。不是宇宙要考验你，是你还没对自己说实话。一旦你开始说实话，即使是带着害怕、眼泪、混乱的话，你也会感受到能量开始流动。你会遇见理解你的人，你会感受到刚刚好的支持与引导。不是因为你变好了，而是因为你变真了。宇宙只回应真实的你，那个不再压抑情绪，不再扮演角色，不再讨好期待的你，那个终于承认我有渴望，我有不安，我有权利慢下来的你，才是最有力量的版本。所以亲爱的，请不用急着正面，请先练习诚实，因为你愿意对自己诚实的那一刻，宇宙就会知道你准备好了。你曾以为生活太难，是因为世界太冷、太残酷。你以为只要有人多一点理解，一切就会轻一点。你渴望世界能善待你，渴望外在能停止推你、逼你、伤你，但日子还是很难，人心依旧复杂。那些你想逃避的场景依旧会出现，直到某一天，你突然发现，真正让你最累的，不是世界，而是你对自己太不温柔了。你总是要求自己撑住，总是责怪自己为什么还不够好，总是把所有错揽在身上，不让自己喘一口气。你一次次对自己说，再撑一下，你怎么又这样？你不能停下来。你把善待自己的那份权利留给了最后，然后你开始练习不一样的选择。你开始对自己说，我可以慢一点，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累了，也值得休息。那一刻起，你开始对自己温柔，你开始不再强求自己要懂一切、解决一切、承担一切。你愿意承认自己的情绪，允许自己的脆弱，不再把自己推向极限，而是慢慢的往内收回力量。这样的你，突然发现世界好像没那么冷了，人际之间多了空间，语气变得柔和，生活也不再那么苛刻。不是因为世界真的改变了，而是你不再对自己残忍，所以你的频率改变了，而宇宙只回应你的频率。当你愿意善待自己，你也就教会了世界如何对待你。当你停止对自己施压，你自然不会再吸引那些让你窒息的情境。你不需要改变世界，你只需要先停止为难自己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疗愈的开始。当你成为自己最安全的靠山，世界也会开始变得温柔。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就被问你将来想成为什么，于是我们学着给出答案，学着努力符合那个答案，学着在别人的期待里寻找自己的形状。你花了很多时间拼凑一个应该的自己，努力让人生看起来像个成功的样子，努力成为一个值得被喜欢、被称赞、被选择的人。你追求成为更优秀、更成熟、更懂事的版本，却在某个安静的深夜里，感觉失去了某些东西。原来是你和自己拉开了距离，你变得越来越不像你自己，却没有人发现你有多累。但亲爱的，当你不再急着成为谁，
你才真正开始活着。你不再需要用头衔证明自己有价值，不再需要靠表现换来爱与认同，不再急着走在某条通往成功的路上。你开始慢下来，问自己，我想要的其实是什么？你开始分辨哪些渴望是真正的，哪些只是被灌输的。你开始放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，回头找回那个曾被你忽略但一直都在的自己。这样的你不再炫目却真实，不再完美却自在。你不再活在角色里，你开始活在灵魂里。而真正的活着，从来不是你做到了什么，成为了谁，而是你敢不敢做回你自己。当你这么做，你会发现世界也开始对你松绑。你吸引来的是理解你的人，你创造的是对你有意义的成果，你生活在的是有呼吸、有温度、有你自己的节奏里。不是你不想变好，而是你终于知道，真正的变好不是变成谁都能认可的模样，而是变回你心中最安心、最一致的样子。那个你没有外在定义，却充满内在力量。所以亲爱的，别再急着成为谁，请你好好的做自己，那才是你灵魂来到这里最初的愿望，也是你真正开始活出生命的时刻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